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重要手稿。对这篇近5000字的文章，毛泽东亲笔做了7处重要修改。是什么内容让他如此重视？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这篇社论呢，是以人民报名义发表的第一篇的这个元旦社论。它对促进这个整个爱国主义热潮啊，推动全国的这个抗美援朝运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主席呢，进行慎重的审阅和修改，也反映了呢他对抗美援朝运动的高度重视。I think Mao Zedong was correct in looking at maintaining discipline in a society and maintaining a sense of pride in country was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would overcome their material weakness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of the Korean War.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毛泽东深知，只要凝聚起新生共和国伟大的爱国主义力量，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和敌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身后，初夏时节，中原大地麦浪翻滚，满眼尽是丰收的色彩。如今已81岁的任锡海依然记得，69年前，就是在这条被麦浪环绕的田间小道上，一家人在震天的锣鼓声中为大哥任锡河送行。我哥当时冬奥会以后，随即都报名了。我母亲呢，当时听了以后，还心里是有点沉埋啊，心里没想通呀。最后也想想，刚才说了，去吧，可以，全国都是死的孩子上战场的。就在任锡河报名参军的6个多月前，抗美援朝第1次战役打响的第2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支援前线，支援战争。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振臂高呼：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到新生的共和国头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了正义的呐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加重国家保障，对咱们家庭的保障，全国都起来了。太平年轻人呢，让这个在八勇的大前锋一定要冲上前去。你不知道那劲有多大，全国都是。正常的报名恐怕去不了，
能选上的也不容易，比高考难得多。有的父母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那人多得很呢。在这样席卷全国的参军热潮下，仅任锡河所在的河南偃师，当年与他并肩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战友就有1500余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志愿军的作战力量。与中国抗美援朝运动热火朝天展开的景象不同，此时不少美国军人早已厌倦战争，根本就不想劳师远征，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1951年1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公然鼓吹坚持对朝战争，要求积极扩充兵力。We are building our own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to an active strength of nearly 3.5 million men and women. We are stepping up the training of the reserve forces and establishing more training facilities so that we can rapidly increase our active forces. The U.S. was very repressive at that time, and if some young man said, I'm not going to go fight in Korea, I'd be jailed or beaten u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一边是侵略他国，一边是保家卫国，一边是极不情愿，一边是踊跃参军。正是通过抗美援朝，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深深懂得了有国才有家的朴素道理。从战争这个灾难中出来的人，说的对，再听见美国侵略中国，那心都恼啊，也不想在家受气的，叫外国人来欺负中国，这不能再当这亡国奴儿子。当咱们都这样的心情，心胸那火烧，谁都当不住了。他参军，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这个牺牲，没有考虑这，只是光考虑打胜仗。临行前，任锡河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3个响头。要让你走吧，家里人你放心吧，我们完全照顾住，你不要考虑，啥都不要考虑，你只要考虑谁仗打好。真如果没有打垮了，拿回来是你光荣；你打不垮是你的耻辱。时至今日，任锡海依然保存着哥哥任锡河在朝鲜战场上的日记本。日记的最后一篇，定格在1953年6月10日的那个阴天。就在2天后，在十字架山激战中，任锡河负伤7处，失血过多，壮烈牺牲，以身许国。人是活。任锡河的名字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英烈一起，镌刻在抗美援朝烈士英名墙上。英雄们舍生忘死，为国保家，将生命化作阳光，照亮了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奋斗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海，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1950年12月的一天，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志莲，得知全国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消息。大家知道，就是要当兵。为什么要当兵呢？那就是对国家有好处。当时，为加强国防力量，以适应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军队急需培养大批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的军事干部。那一年，吴志莲18岁，正值青春芳华。在复旦大学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70年前吴志莲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申请书。我想要参军，我就要去。我父亲特别疼爱我，我要参军了，他坐的车带着我，给我去买衣服。吴志莲的父亲吴运初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对女儿参军的支持坚定了吴志莲响应祖国号召的决心。临行前，他与父亲拍摄了这张合影。志莲存念：中国老话，伤心惨目者，为别而已也。无为避免此不愉快的离别镜头，不赖送行了。望你一路平安，永远平安。父，1951年1月8日。岁月雕琢了容颜，却沉淀了记忆。时至今日，吴志莲仍然记得离别那天，一向言出必行的父亲食言了。上了火车以后，我一个同学噔跑过来了，专门就是跟我来说：“你赶快到你爸爸那儿去一趟吧。”他那么老人呢，站在那儿自己抹眼泪呢。那时候我心里也觉得有点难过。原来他真没有流过眼泪。一个个弄堂、村口、车站、渡口，承载着中华儿女无法忘怀的记忆。在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掀起了4次参军热潮，一批批热血青年奔赴朝鲜战场，而在他们身后，全体人民为了前线的胜利，奔波在不同站位上。东北的地方土话来说，就是黄泱泱、香喷喷，色香味儿就都出来了。这是一碗刚刚出锅的炒面，今天人们饭桌上已很难见到这样的食物，而在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却是弥足珍贵。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食物供给成了战争初期志愿军面临的重大困难。粮食供应不上，吃的不行，吃不到东西，土豆烧了以后揣在兜里边冻成冰了。啃的时候像吃冰块一样那么啃，就吃这个，一点粮食都没有啊，没有吃的，抓雪吃草根，饿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粮食供应吃的很差。然而，
美军的战场伙食可谓是饕餮盛宴。We brought in our food by trucks and bread, and we got potatoes and meat was cooked, and this is the standard stuff that you could ge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d sea rations in cans. You had a bigger can of either spaghetti and meatballs or ham and limas, meals enough so you could go out and fight. Cans of basic menus for 这种堪称军用伙食头牌的 C 类口粮，是一线美军最常见的食物。美军电视台甚至将此作为吸引民众参军的噱头，大肆宣传。If I've made any of you hungry, the Army recruiting office is just down the street, I'm sure. 同一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虽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却与敌人进行着决死拼杀。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区后勤部紧急向前线指挥部提出以炒面为主的建议。1950年底，周恩来总理组织召开了一场被称为“炒面煮肉”的特殊会议。吴保敏和同学们接到的重要任务，就是炒制这种特殊食品。炒了40多天，24小时炒面不停，人换。我们一般的都是放学之后，去炒2班，完了休息，第二天照常上课，晚上还去。大冬天挺冷的，那屋可热了，直出汗呐。我们生怕把汗给掉到那面锅里头，弄脏了，挺辛苦的。但是心里非常的高兴，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的。那个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支起大锅，投入到炒面大会战之中。大街小巷，到处都飘着炒面的香味儿。一把炒面，一把血，成为志愿军不畏艰苦、顽强斗争的真实缩影。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志愿军官兵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炒面在这个中国人民里边是费了力、立了功，为志愿军志愿来养的，那确实增添了力量。为保证给朝鲜前线提供充足的物资，全国上下响应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越来越多的工农产品生产出来，供应前线。物资不是没有，而是大量有。祖国资源的物质很丰富，要引到前线去非常困难。这朝鲜战争啊，这纯粹是陆海空综合战争。美国的空军啊，这主要是轰炸我们这个后方的运输线，24小时都在炸。天上没有没飞机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一天能打掉咱们100辆汽车，一天炸掉那么多，你还有汽车运输部队。朝鲜战争就是打后勤，后勤就是打运输。此时，集全国之力为志愿军筹备的物资，因美军的空中绞杀战无法及时运往战场一线，而美国虽然远离朝鲜战场，却具有强大的战备物资运输优势。It was much easier for the Americans to get supplies into Korea because the Americans dominated the air. 在美军无差别的狂轰滥炸中，无数个舍生忘死、日以继夜的身影，用血肉和生命，一尺一寸接续着通往战场的运输补给线。
这边是一个1951年1月20日的文汇报，在它的第2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短讯：担架队员田朗汉的光荣牺牲。他在前线搬运物资的过程当中，遭到了敌机的轰炸，不幸牺牲。在长津湖战役中，面对低空俯冲轰炸的美军飞机，这位来自黑龙江木林县的朴实农民，紧紧攥着手中的缰绳，试图拦住受惊的战马，不让装满物资的马车翻车。因顾不上隐蔽，不幸中弹牺牲。风雪呼啸中，这位普通农民不惜用生命来守护志愿军的保障物资。那全仗他们那些人完成任务，那做很大贡献的。除了没传中央以外，他们是一样英勇牺牲啊，什么都不考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积聚成高昂的战斗热情，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司机、工人、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以合力之势汇聚成制胜战场的磅礴之力。中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的远离祖国在朝鲜的心是连到一起的，吃的、喝的、用的、穿的，全部是中国人民的。他们是千辛万苦，就能够给我们运到这个前线。我们身在朝鲜，我们不能忘了祖国。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就说了一句话：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你就知道老百姓作为多大。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是靠人的胜利，靠精神的胜利。这是一张美国战机撒到志愿军阵地上的传单，他用这种简单的图画方式，将中美双方的武器装备进行对比，妄图凭借所谓的钢铁力量来击垮中国人的心理防线。第5次战役后，战争由大规模运动战转入长达2年多的阵地战。然而，双方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没有因为战争模式的改变而缩小差距。他这个飞机啊多啊，各种飞机啊，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每天像苍蝇蚊子一样在我们上头跑来跑去啊。到了晚上一样啊，我们汽车在下面开不敢开啊。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空军的，我们会夺得制空权的。谁说女子不如男？献给你，我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想念你。2020年6月1日，对于常小玉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她的母亲豫剧大师常香玉逝世16周年纪念日。豫剧《花木兰》是专门为抗美援朝捐献义演改编创作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史称“6·1号召”。有一次在报纸上就有一则消息，在那个朝鲜战场有一个连队，就在他的阵地，美国人的飞机往下扔炸弹，整个一连的战士
都牺牲。他就晚上啊翻来覆去啊睡不着，他就想啊，国家有号召抗美援朝，我是个演员，我能做点啥事？深思之后，常香玉决定带领湘豫剧社的全体同志，通过义演捐献一架战斗机。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就说我母亲：“湘玉，你这痴人说梦啊！你连个机关枪你也不一定能捐起，你要捐飞机了，大炮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 1951年，一架苏制米格15战斗机的价格大概是旧币15亿元，这对于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这个天文数字，当时1毛钱就是12个鸡蛋，在当时应该是不得了的呀。常香玉老师把他的一部汽车捐献了，就是作为基金。我母亲说：“咱只要有决心，不要紧。半年不行1年，1年不行2年。” 28岁的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当路费，踏上了筹款买飞机的巡回义演之路。而常香玉留在家的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3岁。习仲勋书记考虑问题很细致，专门交代文化局的同志们，湘玉同志他的孩子一定要安置好。我和我大妹妹，我们2个上了西北保院，他不让我母亲有后顾之忧，所以他就先把这些后院的事儿给他解决好。常香玉的义演一票难求，场场爆满。为国出征的巾帼英雄，让台下的群众激昂万分。常香玉的义演现场也是捐款现场。在广州义演时，一位名叫梁慧珍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手上的金表。当时我丈夫他就说：“这个表现在不能拿回去放着，就在当场拍卖。这一拍卖好多钱呢。”也是热泪盈眶，也是当时就高兴的哭开了，就像现在有时候提起这个时候，我还是心里很激动。说是湘玉捐献了一架飞机，实际上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全国人民捐的一架飞机。这是1951年湘豫剧社巡回义演刊登在报纸上的演出公告，不同样式的公告见证着常香玉及湘豫剧社演员们踏遍半个中国的足迹。共演出178场，捐款正好购买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湘豫剧社号，现陈列于北京北郊的中国航空博物馆。1年2个月后，常香玉随第2届赴朝慰问团到战场慰问演出。此时，他们的头顶上有各行各业捐献的战机，正翱翔在天空中，与敌人进行着殊死较量。空战英雄韩德彩驾驶的就是祖国人民捐献的战鹰。1953年4月9日，一则美国双料飞行员哈德罗·爱德华·费希尔在朝鲜失踪的消息登上了《纽约时报》。正当美国媒体对费希尔的不明下落众说纷纭时，这个曾历经2战、执行过70余次空中作战任务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在中国战俘营久久无法平静。
击落他的中国志愿军竟然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1/20。被俘后，费希尔请求见一见这位击落他的19岁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我口是看着就在发抖，他就是没敢看我，就想看看我是什么样人。说实在的，我感觉我们作战空中不是我们一个人，而是我们国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在推动我们。我们弱者为什么能战前阵？最根本是群众的作用，力量啊，这是无穷的力量。一行行令人震惊的捐款数字，一架架由祖国人民捐献的战机。截至1952年5月31日，全国捐献运动宣布结束，捐款总额达55650.6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在这份长长的捐献名单上，有京剧大师梅兰芳、著名作家丁玲、周立波、知名民主人士李济深、蒋光鼐，还有青海塔尔寺的全体僧众。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职员，是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们。在开封时候，有一对老夫妻嘛，搁了2个大篮子，一掀开那个毛巾，就是2篮子新鲜鸡蛋呐。你看着这个鸡蛋简单，人家从几十里以外推过来了呀！这小不点拿2毛钱、1毛钱，说我这些志愿军了，那这样的走哪去了？都送到志愿军那去了。这样的力量多大？1分钱1份爱，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为了祖国奉献，值得。前线后方，万众一心，就像这滔滔的鸭绿江水，汇聚成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香港维多利亚港，世界最繁忙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的强压之下，这里却是针对新中国的贸易禁区。1952年11月，港英水警截获黑猫号的新闻，占据了香港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受美国指使的港英当局，将此当作所谓的缉私重大事件大做文章，还把被撞沉的黑猫号所有者霍英东告上了法庭。霍英东这个罪名的话呢，是传遍了全香港了，香港人人都知这个霍英东呢是靠走私发的财，所以这个是压在霍英东身上的一个污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李敏生对于那段经历做过深入研究。当时我们从港澳进口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渠道，与香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连手里提10斤汽油的权利都没有，都算作违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美国商务部1950年发布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字：所有东西都不允许运往中国。随后，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巴特尔法案，升级禁运措施，威逼利诱40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用经济和物资上的双重封锁陷志愿军于绝境。 Sanctions and embargoes. So, I mean, this is a tool that the U.S. uses. One country after another was encouraged to break off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basically for 20 years, China was under very severe embargoes until Nixon visited in 1972.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当年仅有27岁的霍英东，带着他的船队，冒着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把急需的战场物资运回大陆。他瘦到了80斤，太累了，一天晚上也就是睡3-4个小时，日夜不停地给我们运送物资。除了黑铁皮以外，还有橡胶。 还有药品，这些东西对我们前方的战士来说是急需的。那是一次又一次紧张而又危险的航程，白天联络，晚上开船，还要时刻警惕港英当局的通缉走私和台湾特务的暗杀。不仅仅是霍英东个人的贡献，后面有一大批港澳同胞的支持和同情。 很多人都和他并肩战斗，他的船队就200多人，一直到我们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冲绳因富有独特的自然风情，有着日本的夏威夷之称。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士兵可以在这里进行休养复员。 20% of the land in Okinawa is American bases. 1/5 of all the land area is American bases. It was a place for relaxation of American soldiers. I mean,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increase morale. 丰富的物质享受。 并没有给美军带来胜利，而在艰苦鏖战的志愿军身后，是千千万万祖国人民用心凝聚起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著名音乐家王鑫在朝鲜战场上。 教唱志愿军战士歌唱祖国的情景。王鑫就是这首经典歌曲的词曲作者。1951年，33岁的王鑫跟随慰问团，把这首鼓舞人心的歌曲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好了，触景生情，有的人都哭起来了，都感觉到。 好像把我们这个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嘛。1951年起，抗美援朝总会开始组织各界代表赴朝鲜战场慰问。成千上万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歌唱家、各行各业的代表，一批又一批来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极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 战斗意志。作为第一批赴朝作战的志愿军，李泽林和战友们已经在艰苦卓绝的阵地上苦苦战斗了2年，很久没有听到亲人的消息。当记忆的指针划过68年。 第一次在朝鲜见到祖国亲人的激动之情，李泽林至今刻骨铭心。感谢祖国人民的关怀，我们要战斗到底。为什么感动呢？我家里人告诉我，到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他们吃饭了，
有的说我死了都不知道。我奶奶说，不管死不死，你每次给他摆上筷子，他还在。家人这样一种心情，担心我们啊，想我们啊，你说我们能不想吗？对吧？啊，当然想了。这个时候就来了，慰问团来了，慰问队来了，慰问信来了，祖国人民组织来慰问了。远离了祖国，更加懂得祖国的分量有多重；远离了亲人，更加懂得亲人的牵挂多珍贵。慰问团带来了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上万封慰问信。这是我家乡小学的3年级的学生寄给我的，画了一封“我们热爱和平”。这幅9岁孩子创作的画，整整陪伴了李泽林68年。这个孩子现在我找不到了，他写的是“我们热爱和平”，和平歌。当时的条件纸上也很困难，但是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自己身边。当时我出去，我一个皮包啊要背在身上，我这宝贵东西都装这里的，到哪里经过什么危险轰炸，我都要保护大家。您是徐世泰老人吧？啊，对对对。啊，你好，你好。你们怎么找的？几经寻觅，摄制组找到了当年画这幅画的3年级学生。爷爷，您看一下，这个画是您画的吗？哦，70点，哎，真是不易。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您当时多大呀？我当时9岁吧。当看到儿时的画，还被保存得完整如新，已过古稀之年的徐世泰，久久无法平静。想不到，根本想不到，经过多少次战斗，能够保存下来，是很不容易。他给我信心，他给我力量，他叫我不要忘记过去，他对我们的鼓舞太多了。这是个传家宝，将来让后代也不得了。虽未曾谋面，却心心相依。这些承载着慰勉与牵挂的信件，将志愿军将士与祖国人民紧密相连。信的内容虽有长短，表达的却是同样滚烫炙热的爱国心。学生差不多都写，都是自发的。当时就是要写志愿军叔叔，你们辛苦了，你们为了保家卫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保住生命，很朴实的、简单的几句话。现在我一提起来，可能我都要掉眼泪了。我们在清理登记历史身上东西的时候，碰到最多的就是家信和这个慰问信，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何等的看重啊！因为他会给他的力量啊。这种支撑着志愿军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从祖国大江南北汇聚到朝鲜战场。近70年过去了，当年的志愿军依然珍藏着慰问团带来的慰问品，来自祖国的4面8方，浸润着祖国人民的深情。这是刚才你看，中国人民驻朝慰问团赠给最可爱的人。好好记着，康美援朝。康美援朝。哎，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哎，对。四川的一个小姑娘叫赵良才，她是我收到红领巾以后，总感到哎呀，我还有个小妹妹在四川，我在前线，总感觉到这祖国和我们这个朝鲜的志愿军啊，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联系。
反正就是好像后边有全国人民给我们撑腰抗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慰问品，陪伴勇敢的志愿军将士冲破战火硝烟，无数个举国同心的动人故事，在鸭绿江两畔回响。这是著名作家、摄影师黄谷柳从朝鲜战场带回国的508张战地胶片。2004年，他的外孙女黄英发现了这些珍贵的遗物，辞去工作，用了17年的时间找寻胶片背后的故事。它就是一笔宝藏，无数个人都在那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年的那种氛围，那种人的精气神，全都透过这个感染你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他们挖掘出来，他们的后人，也许他们会看见了，然后他们会说：“哎呀，那是我的爷爷。”那是血脉相连的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去打的一场立国之战。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全国人民努力打出来的和平。当这些照片被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些年中国人民勇敢无畏的身影，新生的共和国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汇聚成抗美援朝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精神高地。爱国主义情感让我们热泪盈眶，爱国主义精神构筑起民族的脊梁，这一切汇聚成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力量。如果天空永远晴朗和煦，我不会告诉你浴血光荣的记忆。曾经的远征已融入岁月大地，炮火中回眸是尊严的高地。每个人的青春都有选择的权利，保家卫国是我的前赴后继。为了家园，不再有亲人哭泣，我依然去接受硝烟弥漫的洗礼。美好的青春，怒放出战的黄花，冲锋的号角只为英雄呼吸。每一代的青春都有成长的定义，捍卫和平，我要去赢得胜利。生命可以老去，唯有荣耀绚烂天地。啊，时光荏苒，
吹了